各位观众老爷们，欢迎来到深度新闻频道，我是你们的国际新闻解压师阿瓜。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瓜啊，那叫一个精彩。主角呢，还是那对相爱相杀、分分合合，全世界都跟着揪心的老 CP， 美国和中国。他们因为一点土闹得全球鸡飞狗跳，一个挥舞着关税大棒说要反制，一个反手就切断了独家秘方的供应，让全世界的生产线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究竟是会一拍两散，还是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和钱包再度牵手？欢迎收看大型连续剧《稀土之恋》。好，不开玩笑了，咱们先来搞清楚这个让两大巨头拉扯了半天的稀土到底是个什么神仙玩意儿。你一听稀土，是不是觉得是啥特别稀有的土壤？ No， 它其实是17种化学元素的总称，地里存货并不少。那为啥还那么金贵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绝世美味里的秘制酱料，做菜的食材铁铝哪儿都有，但没了这勺酱，这道菜就没了灵魂。从你手里的 iPhone， 耳朵里的 AirPods， 到路上的电动汽车，天上的战斗机，再到医院里的核磁共振仪，这些高大上的玩意儿，核心部件里都得加这点酱。尤其是那个叫永磁体的东西，加了稀土性能直接起飞，又小又强又省电。而这门酱料的独家秘方基本上就掌握在中国手里。这么说吧，全世界大概 60%至70% 的稀土矿是中国挖的，但最关键的是超过 85%至90% 的稀土都是在中国进行加工和提炼的。这就好比全世界的猪都是你家养的，但只有我家会做红烧肉。你想吃肉可以，得看我心情。当年邓小平就说过一句名言，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哪是土啊，这简直就是21世纪的黑金，是科技时代的命脉。故事的高潮发生在2025年的4月份，当时中美贸易关系正紧张呢，美国那边正搞所谓的对等关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突然发了个公告，说从今天起，山嘎特迪鲁抗以这7种稀土以及他们的相关产品，比如合金啊、永磁体啊，都要实施出口管制了。不是不给你，是需要依法审查和批准，懂我意思吧？官方给出的理由非常高大上，维护国家安全啦，履行国际义务啦，保护环境啦，这些理由当然都对。但这个时机嘛，就好像你跟你对象吵架，第二天他就把你游戏账号给改密码了，还说我是为了让你好好休息，保护你的视力，你信吗？反正国际社会是一片我懂的表情。这一下全球供应链直接就炸锅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美国、欧洲、日本等在高端制造和电动汽车领域高度依赖稀土的国家，其相关产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全球采购成本蹭蹭往上涨，整个制造业，尤其是电动汽车、电子行业都陷入了断炊的恐慌。你看中国这一手玩得有多溜，它不是直接掀桌子，而是精准地抽走了桌子的几条腿。它管制的不是所有的稀土，而是专门针对那些高精尖产业最需要的关键稀土，这就叫精准打击。全球市场都快被逼疯了，美国那边自然也坐不住了，于是一场求复合的大戏就上演了。5月，双方先在日内瓦来了个休战，大家各退一步，同意把之前加的离谱的关税大幅削减一点。而在这次谈判里，稀土问题就是绝对的焦点。接着双方又移师伦敦，搞了个高级别会谈。美国这边派了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中国这边也派出了副总理、商务部长等高级官员。这阵仗就是要建立一个谈判框架，把事情谈妥。在伦敦会谈期间，特朗普就对外放风说中国同意放宽稀土限制了。这就像情侣吵架，男方出来跟朋友说他已经不生气了，我们和好了，先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终于在6月26号，特朗普总统宣布跟中国签了个协议。第二天，中国商务部也确认了这个消息。协议的内容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换技术的交易。中国的让步是好了，不已读不回了，你们那些符合条件的稀土出口申请，我会依法审查和批准的。说白了就是把水龙头拧开一点。美国的回报是，你只要把土给我，我就取消之前对你的一些反制措施，比如不再限制乙烷和一些芯片软件的出口。这波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不对称作战。中国用自己垄断的土特产换来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松绑。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的大国博弈里，谁手里有对方离不开的独门绝技，谁就有话语权。
协议一出来，金融市场那叫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美国3大股指全线飘红，什么英伟达、苹果、亚马逊，股价都涨了。为啥？因为投资人觉得，好了，这俩祖宗总算不吵了，我们的供应链又能续上了，可以安心搞钱了。但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那些非中国的稀土矿业公司股价反而跌了，这就很现实了。大家之前看中国断供，都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纷纷投资建厂，想搞个备胎供应链。结果中国这边水龙头一开，得正主回来了，备胎哪还有市场？你辛辛苦苦挖矿18年，人家一句话就能让你前功尽弃，这让那些想搞供应链多元化的资本心里拔凉拔凉的。所以你看，市场只看眼前的稳定，但专家们却看得更远。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普拉萨德就说，这是积极的一步，但远未预示着贸易敌对行动将大幅降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也说，这协议跟什么贸易顺差、市场行为这些核心问题完全无关。说白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根本不是什么全面和平协议，顶多算是个临时停火协议。双方只是把枪口抬高了1寸，底下的矛盾和竞争一个都没解决。所以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俩货真的和好了吗？我的结论是想多了。这次的稀土协议本质上是一个战术性的休战，是一个防止局势彻底失控的减压阀。对美国和西方世界来说，这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现在正拼了命的搞供应链多元化。比如美国跑去跟乌克兰合作，欧盟也搞了自己的关键原材料法案，大家都想着要建自己的酱料厂。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事儿没个10年8年根本搞不定。对中国来说，这次操作既秀了肌肉，展现了自己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力，又通过让步换取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也知道，如果真把所有人都逼急了，自己也会受损。毕竟东西做出来总要卖出去，所以松一松缰绳是一种更聪明的策略。所以朋友们，别看现在市场一片欢腾，就以为天下太平了，这只是第1季的结局。中美经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常态，一种受控的竞争状态。大家谁也离不开谁，不可能完全脱钩，但在稀土芯片这种要害领域，又会不遗余力的互相卡脖子，建立自己的安全壁垒。未来的世界，供应链不再仅仅是关于成本和效率，它更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我们可能要习惯这种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在休战和摩擦之间反复横跳的国际关系。对于这场稀土之恋的未来走向，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他们是会凑合过下去，还是迟早要爆发第2季大战？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预言。我们是一个全新的频道，您的支持对我们非常重要，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我们下期再见。